朋友们，你知道正念的威力有多大吗？它可是能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状态是扬升还是下坠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祖师大德们都要我们保持正念的原因。那究竟什么是正念呢？我们又该如何在生活中随时保持正念呢？其实，很多人对于正念呢都存在一种误解。正念并不是杂念的反义词，也不是邪念的反义词。有些人会说杂念邪念都是在颠倒中，其实只要是念都是在颠倒中。之所以有些人会误解正念，是因为大家容易把念理解为名词，认为是念头，把正理解为形容词，认为正念是正确的念头。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。实际上，这个念是动词，是觉的意思。如果当初把正念翻译成正觉，就不容易被理解错误了。正念其实就是正觉，完全是一回事。而说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其中的正等呢，是指没有分别，一切平等的意思。而无上是指一直在那个状态中而达到纯粹的意思。所以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一直处在没有分别的觉知中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说保持正念就能让我们破幻入真，离苦得乐呢？我们之前说过，我们的生命就像一部电影，或者说它就是一部电影，源头就是我们的自信光明，就是那一道光，也是我们光明而永恒的觉性。荧幕上的影像就是我们的现实，尽管如此真实，但也只不过是通过胶片留下的一些虚幻的影像。《金刚经》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这个。生命只在每一个当下的流动，每一个刹那构成生命的轨迹，就像电影只是每一个胶片在运转，造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假象。影像仅仅是影像，一堆能量和波的震荡，本来没有任何区别，不知为何到了我们的头脑里却成了善恶、好坏、美丑，并为之牵肠挂肚、神魂颠倒。既然生命是一场电影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随着剧本在演，没有任何的自主意识，所以容易迷在幻想中。由于迷在幻想中，只能被动接受剧本安排的角色，而有时候剧本给我们安排的一些不好的角色、事情，我们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假的，有一个强烈的执着，所以就带来了痛苦，就想抗拒各种角色，越抗拒则陷得越深。这个时候就带出来一个觉，这个觉就是觉知，就是觉知你当下的那一刻的状态。仅仅是觉察你当下的那个状态还不行，还需要有一个见解，就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，没有什么好与坏，不要给任何的事情贴任何的标签，只是去觉知和观察，让所有的一切如流水一般流动，这才是真正的觉。那具体在生活中该怎么做呢？在这里呢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。说有一个正念冥想的练习者，他对禅修呢特别的感兴趣。有一天呢，他突然下定决心，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全职的禅修者。于是他来到一家著名的寺院，这家寺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高僧。后来呢，他成功的在这家寺院定居了下来，跟随着这位师父一起禅修。这家寺院呢，有着非常严格的训练日程的安排。在这里呢，要么每天做正式的静修训练，要么就是干活。一晃呢，几个月时间过去了，他开始变得有些急躁了起来，因为他想更快地提升自己的功夫和境界。但是呢，他发现自己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活要干，比如打扫、砍柴、做饭、洗衣服，以至于呢，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正念和冥想的练习，觉得是自己干的那些活妨碍了自己的进步。
于是有一天，他就去拜见师父。他对师父说：“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禅修的练习。如果我一天到晚的做饭、打扫、洗衣服，那么我怎么可能取得进步，更快的开悟呢？”听他说完，师父脸上挂着微笑，问他道：“你是在跟我说你没有时间保持正念，也没有时间保持觉醒吗？”因为他当时完全沉浸在自己内心的对话当中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完全明白师父的意思，直接就反击道：“对，我们总是忙着干活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让自己安住在当下，去让自己保持正念和觉醒了。”师父听完就笑了，继续问他道：“所以你是在跟我说，当你在扫院子的时候，你没有时间去留意自己扫地的动作，还有自己身体的感觉；当你在洗衣服的时候，你没有时间去留意自己洗衣服的动作和身体的感觉，是这样吗？”这个人听完以后呢，立刻就陷入到了沉默。后来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对于正念和觉醒，以及对于修行的误解。他一度认为只有自己在静坐不动地进行禅修练习的时候呢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他认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获得真正的精进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无论是闭着眼坐在寺院里的时候，还是睁着眼扫院子、洗衣、做饭、砍柴的时候，其实他自己都有着同样的时间去保持觉醒，保持正念，让自己安住了当下。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小故事以后呢，能不能从中体悟到一点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无论自己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，无论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，正在经历着什么，其实都不重要。我们所有人的一天呢，都只有24个小时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同样多的时间来保持正念，保持觉醒。无论我们觉察到的是躯体的感觉，还是在体内的情绪，亦或者是在头脑中的想法，记住，它们都是我们时刻拥有的让自己保持觉醒的机会。对，这就是正念。正念就是对自己当下生命中的一切正在发生，都保持全然的觉知。这就是为什么对一个真正的实修者来说，从他每天醒来的那一刻开始，时时刻刻就都是在修行。虽然我们在这个红尘世界的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每天都会处理很多的事情，遭遇到很多无常的发生，我们的确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，才能让自己做到更加的临在和觉醒。然而我们所需要的这种努力呢，其实更像是一种不需要努力的努力。怎么讲呢？因为这种努力只是要我们去记得，去留意自己在什么时候陷入到了想法或者感受，以及在觉察到自己深陷其中时，立刻调整自己的注意力，把它重新集中到某个特殊的关注焦点上就好。这个关注的焦点可以是你正在吃的食物的味道，可以是你开门关门时胳膊的动作，可以是你身体和椅子接触的重量和感觉，可以是你在洗澡时水流冲到皮肤上的感觉，亦或者是在锻炼身体时你心跳的声音，或者你和孩子身体接触时的触感，还有你在刷牙时牙膏的味道，你拿着杯子喝水时手指和杯子接触的感觉。无论这个关注的焦点是什么都没有关系，你永远都可以将觉察应用到你所做的任何一件小事上，无一例外。你可以将它应用到被动或者主动积极的活动中，也可以将它应用到室内或者户外的活动中。我们可以在一切的行动中保持正念。当你一旦能熟练地觉知到自己身体的行住坐卧，就能很容易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和念头。一旦你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和念头，就不会被念头和情绪带走。觉知就是这样在生活中落地的，也是这样和生活融为一体的。
觉知每一个当下就是活在当下，活在当下就是活在觉中。那是不是生活中有了觉，一切就风平浪静了？其实不是，情绪念头还是有，烦恼还是有，但是有觉知就相当于用绳子拴住了情绪念头的鼻子，不会被它带着到处跑。你既不会压抑它，也不会放纵它。当然，用觉去对治烦恼，不是去和烦恼对抗。如果你抗拒，就相当于在用拳头砸墙。你越用力，那么拳头承受墙的反作用力就会越大，手会更痛苦。正确的方法是将手放松，不再用力，接纳这个痛，这个反作用力自然就消融了。所以，对治烦恼的方法是：烦恼来了，接纳它，包容它，允许它，觉照它，不去做任何评判，因为烦恼不过是一股能量，而能量本质上没有所谓好坏。不要认为它不好，但你也不去认同它，因为真正的我们是那个觉，就如天空一般，而烦恼不过是云，一会儿它就走了。而且烦恼背后一定有一个礼物，就像是早晨的晨雾让人辨不清方向，但是迷雾背后一定是阳光，风雨背后一定是彩虹。苦难和烦恼是一股生命的能量，是滋养生命成长的能量。烦恼和痛苦就是一座高山，你翻过去了就提升了。所以不要怕烦恼，一切的发生都是促使我们走向觉醒之路。我们要学会让我们的觉在生活中流动起来，鲜明起来。你要意识到它的存在，它就像空气，你离不开它。如果你忽视它，你就活在幻想中痛苦；如果你时时去提起它，关注它，你就能从幻象中出离。我们要带着觉知走路，带着觉知吃饭，带着觉知唱歌，带着觉知做你想要做的一切。你觉知你的喜悦，觉知你的愤怒，甚至带着觉知吵架、发泄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只要有觉知，那你就是那一块镜子，能没有任何分别，没有任何评判的觉照一切事物。所有的东西镜子都能照，这个叫大圆镜智。没有分别，没有善恶的关照，就是平等性质。因为镜子只是去照，本身是如如不动的，所以能清晰照见事物内在的规律，生出妙观察智。这就是道中函数，就是说你只要有了道，就一定会有术。这也是阳明先生说的，你只要有良知，你的良知光明，你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因为一切妙有都是从空性中诞生，因为有了妙观察智，你就能生出成所作智，就能顺利地处理一切的事情。阳明先生的一生呢，跌宕起伏，同时也波浪壮阔。面对所有的危机与困难，他都能够从容面对，并且轻而易举地化解。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这个觉，这个如如不动的觉。他有一句名言：人若知这良知诀窍，随他多少邪思妄念，这里一觉都自消融。真个是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。阳明先生的心学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，而是真正能落实到生活中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。所谓良知，即是觉知那颗光明的心。所以王阳明的治良知就是治觉知，锻炼良知就是去训练你这个觉知。觉知力你越锻炼，就越敏锐，越强大，越好用。就如同一把宝剑，你日日用，日日磨，才能切金断玉，否则就会粗糙迟钝。觉是真相，真相就是般若，般若就是金刚宝剑，无坚不摧。而其他烦恼情绪都是幻象，
是一只纸老虎，本身就没有力量。你用真相去决幻象，就如同用宝剑去砍纸老虎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但为什么现实生活中，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，而幻象有力量？因为你将觉丢了，就好像迎面走来一只纸老虎，你腰里怀揣着宝剑，但你却不去拔，这是第一个谜。同时，你又认为这个老虎是真的，这是第二个谜，就被纸老虎控制了，成了幻象的奴隶。如同你设计了一个机器人，本来遥控在你这里，该由你掌控它，可是你却反被它控制了，所以就做不了主了。为何？因为你跟你的本性分离了，你忘了自己的角色。只要你意识到了，迎面走来的是纸老虎，立刻拔剑削它。纸老虎能伤到你吗？所以时时刻刻提起觉知，此所谓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而这便是解脱之道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